我要你帮我送批货，一批很重要的货。跟你老板说，这批货的口味还不错，下一批订单很快就会送到。就是因为这个任务，执行者竟然变成了走私犯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粗看之下，这是个很无厘头的任务。奸商在前面铺垫了很久，结果居然只是为了送个糖果。这个任务真的这么简单吗？让我们看一下任务介绍。没想到对方竟是一个小孩。总之不要深究。在换塔的剧情里，有很多提示都是不要深究，但如果我们执意深究一下呢？首先是神秘小孩的来历，有人猜测他是避难所里的布里安，因为他曾出现在后面的主线剧情里，而且配音也一模一样。下面上图片可以看到布里安穿的是蓝色的裤子，而神秘小孩穿的是咖啡色的裤子。在换塔里，角色复用是常见的现象，但都会选择把衣物换个颜色用来区分。而且在后续的剧情里，主角并没有第一时间认出布里安，这些都说明神秘小孩和布里安不是同一个人。那神秘小孩究竟是谁呢？为什么奸商会说和他有过节，不便自己出面呢？这时候有人异想天开，认为神秘小孩就是奸商的孙子，所谓的快递不过是给自己的孙子送零食，是一场爷孙间的小闹剧。那我们看看下面的对话。他说口味不错，还说有下一批订单。没见识的外岛人。奸商说神秘小孩是没见识的外岛人，这也不像说自己的孙子吧？实际上从这些对话中能看出，他甚至连接头人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。黑市商人是做什么的？专门从事地下贸易的，一些不适合在市面上销售的东西，就会选择在黑市上流通。黑市的交易必然不会是正常商品。刚巧我们就知道有一个东西正在黑市上流通，那就是矿山的特效药。还记得矿山生产的特效药吗？由金先生提供实验体，艾达之子负责研发的药品，并由金先生的侄子派手下销售到了班吉斯。这种特效药为了掩人耳目，必然不会光明正大的销售，那么黑市就是个很好的选择。不问由来，不查去处，而奸商一定会是经手的人。这个快递任务本身疑点众多，奸商说与来人有过节，我们见到的却是神秘小孩。小孩和奸商能有什么过节？后面他又说是没见识的外岛人，从这两点我们可以猜测，他根本就不知道接头人会是个小孩，他以为取商品的是个成年人，所以他才告诉我们有过节不宜见面，以此来打消我们的疑虑。再看看神秘小孩的态度。哦，你把货带来了，让我看看。算了，不和你这种小角色废话。货带来了吗？还说我们是小角色，这种一听就是黑话，很像是道上混的。神秘小孩并不是普通孩子，而是专门负责接头的人，这种事他显然也已经不是第一次干了。对于走私品，找孩子来中转确实是件很好的方法，小孩不容易被怀疑，还能利用年龄的优势免去很多审查。当然这些原因还不够，最后还有更重要的一点，就是等价交换。在我们和奸商的交谈中，无时无刻不透露着一个信息：等价交换。既然想要获得星源的情报，就必然要付出同等的代价。如果任务只是送一个棒棒糖，是否有些太过容易了呢？实际上，棒棒糖只是障眼法，就像很多秘密盒子会在底部再分一个隔层，秘密往往都在更深处。我们看到的是棒棒糖，但我们没看到的会是什么呢？那就是任务真正送的商品。目前可能性比较高的就是特效药，因为在后续的矿山剧情里也听说特效药在班吉斯很畅销，而我们能接触到特效药的只有这个地方。换塔的剧情很容易让人细思极恐，但想想又非常的合理，这样才能前后呼应。让我们回到剧情的开始，在端了艾达之子3个窝点后，我们也找到了黑市的线索。等我们赶到，弗兰茨果然已经等在这里，不仅知道我们没能找到克雷特父子，还知道了克雷特供出的情报也是假的，怀疑他才是艾达之子真正的内鬼，掌握的情报都是一手的。其实关于这一点的原因在主线里还真的交代过，虽然弗兰茨不是艾达之子的内鬼，但他有线人在艾达之子中，在追踪时空装置的时候给我们提供了情报。接下来弗兰茨向我们介绍了黑市商人，希尔达还是一如既往的天真。克雷特叔叔为什么不把他抓起来？克雷特这种资本家怎么可能那么干净？弗兰茨开口打破了他的幻想，并怂恿我们前去套话。希尔达虽然是砍价终结者，但终究心智只能算是个小丫头。主角智商再次得到了肯定，奸商居然认识弗兰茨，弗兰茨的人脉之谜再次加一。在和奸商的对话中，又一次体会了厚黑学的魅力。奸商没有第一时间信任我们，甚至通过技巧连我们的套话都被他识破了。但自证，你根本就不是克雷特的人。但也不用着急，奸商是一个商人，他看出来我们需要星源，于是便想出了让我们帮忙去走私。但怎么才能让我们心甘情愿去做呢？他先是出了一个很简单的任务，去寻找金矿石。很多人认为这是个简单的任务，毕竟别的游戏也有这种跑腿设定。那我们先看看金铁矿的介绍。没错，金铁矿是班吉斯的特产，
这本来应该是作为武器突破的教学材料，但在公测中废暗了。不过这个铁矿并没有那么简单。下面再看一下肖恩的工作笔记。肖恩是谁呢？肖恩和同伴从矿山逃到班吉斯，被克雷特社长所救，之后被安顿在了201避难所，工作便是帮克雷特挖金铁矿。还记得奸商是怎么说的吗？取一批优质的铁矿石，但我的供应商最近遇上了些麻烦，说是供应商出了问题。后面剧情我们也知道了，肖恩已经发生了变异，被关在了仓库里，这才造成奸商缺货了。所以这一系列的事件其实都是因果联系起来的。一个小小的任务，幻塔都试图给他安排好了设定，这也是塔学为什么能存在的原因，因为有原因可考，才能溯源追踪，寻找到事件发生的源头。之后我们找来了金铁矿，奸商也准备真正实施计划了。由于这个任务已经降低了我们的警觉，让我们觉得帮他做事都会是一些简单不起眼的小任务。谁能想到之后的任务竟会是走私呢？如果没有去寻找金铁矿的任务，那么我们就能想到黑市商人的任务多是一些违法和棘手的事。但前面的挖矿已经麻痹了我们，让我们放松了警惕。快递任务并不像表面明显露的那样简单。在我们帮忙走私后，奸商可以放心告诉我们信息了。此时我们也已经上了贼船，如果我们有别的目的，他也可以以此为把柄来要挟我们。这里他又耍了个小聪明，不是直接告诉我们信息，而是故意把写有位置的笔记扔到了山上。这样当我们找到笔记，就是我们自己获得的信息，而非他亲口告知的。这样就算克雷特事后追责，他也可以置身事外。和老狐狸打交道是真的累。这里的笔记实际上是一个曲谱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搜搜看相关视频，算是幻塔里的一个小彩蛋吧。找到笔记得知，星源已经送给了克雷特，我们只能再次前往废弃的信号站。这里的敌人叫做复刻体，显然这里的敌人是属于克雷特麾下的，他们为克雷特守卫着实验室入口。而且还有件神奇的事，在游戏的怪物图鉴里居然没能找到关于复刻体的介绍，他们的首领还叫做暴走的复制体，上一个复制体的信息还是星环与14号，复刻体的来历也是个谜，目前只能猜测他们属于克雷特的私人卫队，而且是隐于幕后的力量。近距离能看到他们的身体大部分是由机械构成，包括头也是完全的机械构成，应该是守卫机器人的进阶个体。克雷特对机器人体的研究技术可能比海加德还要高，毕竟他一直都在研究怎么给儿子换副身体。复刻体很可能就是这些实验的半生产物。进入基地后，我们可以用一些小技巧来解密。幻塔有些地方很有塞尔达的感觉，解密方式并不唯一，只有你想不到的，没有塔做不到的。经历了一阵探索后，终于来到了克雷特的实验室。此时迪奥正被关在罐子里，外面是焦急等待实验结果的克雷特。克雷特坦言迪奥只剩半年寿命了，也难怪他如此着急了。就在这时候，警报响起，能量超过了临界值，迪奥冲出实验舱，失去理智将克雷特打倒在地，真是坑的一手好爹。下面就该我们收拾烂摊子了。不得不说，迪奥的机甲状态还是蛮帅的，给他设计的攻击方式都挺酷的。可惜这种剧情怪就只出现了一次，这完全有进副本挨打的潜力。就在我们与迪奥大战800回合，剧情杀不敌迪奥，正要被打败的时候，夏佐闪亮登场了。不愧是连神医都夸赞的男人，一刀就解决了暴走的迪奥。从后续的剧情来看，迪奥并没有被他杀掉，夏佐终究还是选择留守了。猜测目的是为了欺骗同行的弗利加，防止他以此威胁克雷特。当我们追上去时，发现弗利加正在说服夏佐。克雷特曾有机会与我们合作来拯救迪奥，但他拒绝了。结果你也看到了。小峰在上一期就说过了，此时的夏佐还没有下定决心要改造沙利，但经历了迪奥事件，让夏佐知道已经没了退路，这才同意了贤者的实验。此时注意，我们的手里正拿着星元，弗利加正要动手，却被夏佐拦住了。二号，带我去见他。在剧情里其实有一个错觉，那就是艾达之子会阻拦我们关闭元能塔。现在你好好回忆一下，艾达之子真的阻拦我们关闭元能塔了吗？在星岛元能塔打了个擂台之后就关闭了，在班吉斯元能塔避难所充能后就关闭了，在纳维亚元能塔，伊西斯把我们拉进赦免天使的训练空间，打完一架就离开了。在矿山元能塔更是让我们把第4区实验室都端了。在沃兰元能塔，是因为我们入侵到了艾达的大本营，才遭到了袭击。后来弗利加直接带着希尔撤退。本来我们以为关闭元能塔会受到层层阻挠，但其实恰恰相反，艾达之子看似一直在和我们对抗，实际上却一直都在放水。这就和我们之前猜测的一样，埃文斯派我们执行这项任务赌对了，我们果然是关闭元能塔的最佳人选，同时也坐实了我们可能跟艾达之子有关系。弗利加带夏佐前来班吉斯只是为了说服他，让沙利接受改造。星源的事并不怎么在乎，无视了我们和星源。弗利加跟着夏佐离开了。之后我们也再没遇到艾达之子的阻挠，
和克雷特对话，得知接下来要去201避难所寻找肖恩。果然，老狐狸都是留着后手的。等我们从实验室出来后，弗兰茨已经等在了这里。他是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的？在知道地点后，我们并没有告诉弗兰茨，而是第一时间赶往实验室。弗兰茨能知道的原因，要么是定位追踪，要么就是从奸商那听来的。我甚至都怀疑奸商的对话会不会也是他安排好的，目的依旧是为了试探我们。不过这里没证据，就当剧情如此吧。见我们活着出来，他先是问了我们里面发生的情况，然后追问我们星源的下落，将克雷特的情报说了一遍。从他那得知了201就是201避难所。说起201避难所，在白灵的语音里有这么一句话：弗兰茨会一直盯着我看。可见弗兰茨是认识白灵的。白灵是个孤儿，从小被避难所的首领养大。在首领意外过世后，白灵成为了新的首领，但从使用弓箭能看出他的性格有些软弱，这同样也体现在了为人处事上。尤其是当同伴都已经异化了，他非但不选择处理，还把异化人关进了仓库。看不到就等于没发生吗？这种处理方式还不如星岛的让亲人送最后一程。当然，这里为什么弗兰茨会盯着他看，也是有原因的。下面上图片，现在懂的都懂了。这穿衣风格确实很引人注目。弗兰茨又说出了201避难所已经失联几天的消息，强烈建议弗兰茨不如改名为江湖白小生吧。真的是什么消息都知道。这里注意一下最后出现的讯息，迪奥的离开是一场悲剧。这里的描述是迪奥已经身亡了，但我们后续知道迪奥并没有死，所以这种信息应该是主角的内心写照。此刻的我们是认为迪奥已经死亡了。接下来我们要启程前往201避难所了。201的肖恩究竟是因何原因异化的？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阴谋？幻塔的时间线即将迎来最混乱的时刻，进击的白灵正在等待觉醒。本期就到这里，关注小峰，带你体验不一样的幻塔。